哎，你想象一下哦，如果我们能用一台印表机，然后就只用一种材料，就可以印出一只完整的人手。我说的不是那种硬邦邦的塑胶模型哦，而是，皮肤是软的，肌腱有弹性，然后骨头是硬的，几乎跟真的一样。嗯，这听起来根本就是科幻电影里才会出现的场景嘛。但根据你提供的这几份资料，就是那个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啊、劳伦斯利佛摩国家实验室这些地方的资料，这项技术可能比我们想的还要更接近现实耶。对啊，今天我们就要一起来深入探讨一项叫做 Craft 的革命性 3D 列印技术。我们的任务很清楚，搞清楚 Craft 到底是什么，它怎么运作，然后，为什么它可能会彻底改变从医学训练到个人防护装备的这么多领域？准备好了吗？我们来好好分析一下这些资料。对啊，你寄来的这些资料我看完，真的觉得非常兴奋。这项技术真正的革命性，其实不在于印得快或更精细啦，哦，而是在于它彻底改变了我们对材料这个词的定义。过去我们是材料的使用者，就是从现成的材料里去挑、去组合。但现在我们变成了材料的设计师。设计师，对，我们可以在微观尺度，甚至每一个像素点上去决定这个东西该有多硬、多软。这个就是整个故事最关键的核心。好的，这点我得好好消化一下。从材料的使用者变成设计师，这个概念有意思。你说的在每一个像素点上决定软硬，这到底是怎么办到的？只用光来改变材料，这听起来几乎像是魔法了。可以再说的具体一点吗？它听起来像魔法，但背后的科学原理其实相当巧妙。首先，这项技术的全名是热塑性塑胶基层制造中的结晶度调控技术，简称 Craft。好长的名字。对，但你只要记得 Craft 就好。它用的原料其实很单纯，是一种叫做环锌粘的液态树脂，相当普遍而且便宜。所以原料不是什么独门秘方。不是，设备也一样，它不需要什么特次的昂贵机器，用市面上那种$1000以下的商用 DLP 或 LCD 3D 印表机就能做到。等等，所以原料跟设备都不是关键，那就更奇怪了。那秘密到底在哪里？秘密就在印表机投射出来的光。对，一般的3B 列印可能就是用光来固化树脂，有光的地方变硬，没光的地方还是一体。但 Crafton V 不一样，它投射的不是单纯的开或关，而是一系列有深浅变化的灰阶影像。然后光的那个强度，也就是灰是深是浅，直接决定了材料的分子结构。啊哈，所以你的意思是，印表机投射的不是单纯的黑白影像，而是一张有层次的灰阶照片？没错。那是不是代表，如果我想要一个从硬到软的渐层效果，我给印表机的影像就会是一张从深灰慢慢变成浅灰的图？你完全抓到精髓了，就是这个意思。当印表机投射出比较暗，也就是低强度的光线时，它会让树脂里的分子有时间好好排列整齐，形成我们说的结晶区域。结晶区。这个区域的材料内部结构有序，所以会变得比较坚硬、不透明，就像你身体里的骨头一样。了解，低强度光等于硬骨头。那反过来呢？高强度的亮光会发生什么事？反过来，如果投射的是高强度的亮光，强光会瞬间固化树脂，分子根本来不及好好排列，只能乱七八糟的冻结在原地，形成所谓的非晶区域。非晶。对，非结晶。这个区域的材料内部结构混乱，所以特性就完全不同了。它会比较柔软、有弹性，甚至更透明，就像我们的皮肤或韧带。印表机就是透过一层层仅有微米厚度的2D 灰阶影像这样堆叠起来，最终构成一个3D 物件，而且可以在每一个像素点上精准控制软硬。听你这样解释，我脑中浮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那以前的技术是怎么做的？感觉上要做出软硬不同的东西，一定很麻烦吧？ Crafton 是不是就是解决了这个痛点？你点出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过去要制作像人手这样复杂的物件，方法很笨拙。你得用上非常昂贵的喷墨式印表机，然后准备好几种不同的墨水夹。墨水夹。
对，每一种墨水夹代表一种不同特性的材料。机器会像印表机一样，在需要硬的地方喷一点硬材料，在需要软的地方喷一点软材料。我可以想象那会产生问题，不同的东西硬粘在一起，那个接缝处一定很脆弱吧？就像用胶水把一块石头跟一块橡皮粘起来，稍微一用力可能就分开了。完全正确。在材料科学里，我们叫那个接缝处为界面，而这个界面几乎永远是整个结构最弱的地方。这种问题被称为界面失效。界面失效是，这在模拟人体组织时尤其致命，因为我们真实的身体从骨头到韧带再到肌肉，它们之间是无缝生长、完美过渡的，没有任何脆弱的接缝。而 Craft 因为从头到尾都是用同一种材料，只是用光去改变它的内在个性，所以根本就没有界面这个问题存在。是的，这就是它最大的优势。从坚硬到柔软的过渡是平滑无缝的，因为它们本质上是同一个东西，只是分子排列不同。这让成品不仅结构上更加坚固，也更接近真实世界的物体。简单来说啦，它用更简单、更便宜的方式实现了过去技术无法企及的复杂度跟可靠性。OK， 我完全理解为什么这是个突破了。那我的脑子已经开始乱转，想着这到底可以用来做什么？资料里面提到的第一个应用就是医学领域，听起来它有潜力取代我们常听到的大体老师。这是目前看来最直接也有影响力的应用之一。你知道，医学院目前非常依赖捐赠的大体来进行解剖教学和外科手术练习，但来源很不稳定，而且处理和保存的成本都非常高昂。我听说过，而且对学生来说，心理压力也很大。过去虽然也试过用 3D 列印模型来替代，但效果好像一直不好。没错，因为传统模型就像你说的，是硬邦邦的塑胶玩具，触感完全不对。医生练习缝合的时候，针穿过皮肤、肌肉、筋膜的感觉是完全不同的。传统模型给不了这种回馈，但 Craft 技术可以从单一原料出发，印出一个完整的膝关节或手部模型。这个模型里面同时包含了骨骼的硬度、韧带的弹性，以及肌肉和皮肤的柔软度。它能让医学生在练习时获得极度逼真的触感回馈。那这种模型的成本跟维护，比起大体老式真的有优势吗？消毒或重复使用这样方便吗？这是个很实际的问题。从资料来看，初始列印成本，考虑到设备和材料的平价性，远低于处理一具大体的费用。而且因为是热塑性塑胶，它们在消毒和清洁上比生物组织简单得多，也可以被设计成可重复使用的训练模组。长远来看，它提供了一个更稳定、更具成本效益，也更符合伦理的替代方案。这真的会改变医学教育。好，那除了医学，资料还提到一个词叫生物启发材料，这又是什么？听起来是要模仿大自然来做东西，可以用在防护装备上。是的，这就是向大自然学习智慧。如果你去观察自然界的结构，比如一棵树的树皮或者动物的骨骼，你会发现它们内部都不是均质的。它们充满了软硬交错的复杂梯度结构。正是这种结构，让它们能非常有效地吸收冲击和震动，而不会轻易断裂。一棵树可以被风吹弯，但不会轻易折断。所以我们可以模仿这种结构来制造性能更好的安全帽或护具。CRAFT 技术让我们第一次可以完美的、低成本的复制这种复杂结构。想象一下，我们可以制造出一顶安全帽，它的外壳坚硬，但内层不是均匀的泡棉，而是一个由硬到软、梯度变化的复杂网格结构。哇！当受到撞击时，这个结构能像大自然一样逐层吸收和分散冲击力。它的应用范围非常广，从运动员的护具、军警的盔甲，到高科技领域，像是太空、核融合或精密电子设备中需要精确避震的零件，都有巨大潜力。我在资料里看到一个最让我脑洞大开的例子，是劳伦斯利佛摩国家实验室印出的那个蒙娜丽莎。对。我一开始还以为是把图案印在塑胶表面，但仔细看才发现，整个图像是藏在一整块透明塑胶里面的。这到底是怎么做到的？难道光线还能控制透明度？你问到点上了。
这又回到了我们一开始说的那个核心原理。光的强度不仅控制硬度，也同时控制着材料的光学特性，也就是透明度。哦，我好像有点懂了。记得吗？高强度光线会产生混乱的非晶区域，这个区域的材料不仅柔软，因为分子排列不规则，光线更容易穿透，所以也更为透明。哦，相反的低强度光线产生有序结晶区域，分子排得像墙壁一样整齐，会散射光线，所以就比较不透明。研究人员就是利用这一点，透过在一颗塑胶的内部精确控制每一个像素点的光线强度，来改变其透明度，最终用单一材料重现了蒙娜丽莎的灰阶图像。这不只是酷而已，这代表我们可以在一个物体的内部储存资讯。code、产品序号，甚至是隐藏的警告标示，直接编码进材料的内部微观结构里。这个资讯是物体本身的一部分，而不是印在表面的标签，几乎不可能被磨损或移除。这么厉害的技术，听起来不是单一实验室能完成的。幕后的开发团队是谁？而且我注意到有一份资料特别强调了一个软体上的挑战，这又是怎么回事？这确实是一个多机构合作的成果，主要由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的 Zach Page 教授，以及当时在桑迪亚国家实验室的 Alex Camisole 和 Samuel Leguizamon 等人领导。那你注意到的软体挑战，是让这项技术从一个酷炫的科学发现走向实际应用的关键一步。怎么说？劳伦斯利风魔国家实验室的一位工程师 Hernan Villanueva， 他很快都发现一个大问题：即使材料科学本身是可行的，但他们缺少一个好用的工具，一个能将工程师脑中复杂的 3D 电脑设计图，也就是 CAD 档，快速又准确地翻译成 CRAFT 印表机所需要的那种复杂的灰阶光线模式的工具。所以就像是有了很棒的引擎，但没有方向盘和油门可以控制它。这个比喻非常好。在他们开发出新软体之前，要完成这个翻译过程，可能需要好几个小时，有时候甚至要跑一整天。一整天？对，这让快速设计和反复试验变得非常痛苦。你想想看，你改了一个小地方，却要等半天才能看到结果，这会扼杀所有创造力。从几小时缩短到几秒钟，这根本是从拨接上网升级到光纤的感觉啊！完全是这种等级的跃升。Villanueva 利用了实验室在高效能运算，就是 HPC 方面的深厚专长，开发了一套全新的软体工作流程，成功将这个转换过程从几小时缩短到只需要几秒钟。这对设计师来说，意味着他们可以放胆去试错，及时看到修改的结果。这才像是打造了一座畅通的桥梁，真正连接了材料科学与数位制造，解放了这项技术的潜力。最后一个很实际的问题，我们一听到 3D 列印，常常就会联想到大量的塑胶废弃物。CRAFT 在这方面有什么考量吗？资料好像有提到永续性。有的，资料中有提到这个问题。Craft 技术使用的是热塑性塑胶，这种材料有一个很重要的特性，就是它可以被融化或是用溶剂溶解后重新塑形。所以，虽然它不完全是我们一般想象中可以丢到回收桶里的那种回收，所以可以溶解再塑形，跟我们一般想象的回收好像还是有段距离。这听起来更像是工厂内部的废料在利用，而不是说我用旧的安全帽可以丢到回收桶里，对吗？你这个问题很关键。是的，目前阶段更接近于工业废料的内部循环。比如一个炼印失败的原型，或是一个过时的设计，工厂可以把它们收集起来，溶解成原料，然后再重新用于列印新的物件。这并不能解决消费后的废弃物问题，但它在制造过程中能有效地减少材料的浪费，朝着所谓的循环经济迈出了一步。了解了，这是一个更诚实的看法。好了，所以总结我们今天从你提供的资料中得到的资讯， Craft 这项技术，它让平价的 3D 印表机有能力只用单一种原料，透过精准控制光的强弱，就能制造出从骨头硬到皮肤软
特性无缝变化的复杂物体。这不仅解决了过去多材料列印天生的界面失效缺陷，更重要的是，它把我们从材料的使用者变成了材料的设计师。这为医学训练、防护装备，甚至是艺术和资讯储存，都开辟了全新的可能性。没错，这项技术真正做到的是将材料科学和数位制造以前所未有的方式紧密结合在一起。我们不再是简单的去组合不同的现成材料，而是在最基础的分子层面上去涉及单一材料在空间中每一个点的特性，这是一个思维上的巨大转变。今天我们聊到 Craft 可以模仿自然界中的树皮和骨骼，学习它们的智慧，这让我想到一个问题，留给你思考。当这项技术成熟到我们不再仅仅是模仿自然，而是能创造出自然界从未演化过的全新的软硬组合与材料特性时，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我们又能创造出哪些具有前所未见功能的装置或材料呢？